這個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，可能也是最傷害你的人。他知道你最害怕什麼，知道你失敗過多少次，知道你曾經最丟臉的瞬間，甚至知道那些你從來不願意告訴別人的秘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每天都拿這些東西攻擊你。他說話的聲音和你一模一樣。鄰居隨口說一句：“你最近是不是胖了？”同事聊天時語氣突然冷了一點。親戚吃飯的時候又拿你的收入、工作和孩子和別人比較。他们可能只是隨口一說，但真正讓你痛苦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回到家以後，那些話開始重新播放。你開始想，他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是不是所有人都覺得我不夠好？是不是我真的比別人差？最奇怪的是，事情明明已經結束了，人也已經離開了，可是痛苦沒有結束。因為真正留下來的不是別人說的話，而是你在心裡替那句話寫出來的後半部分。別人說你最近狀態不好，你的腦子翻譯成你是不是已經不行了？別人說這個事情可能需要調整，你的腦子翻譯成是不是我要被淘汰了？別人只是說了一句話，可是你的內心卻拍完了一整部關於失敗的電影。而這部電影裡有一個最可怕的地方，導演是你，演員是你，那個不斷攻擊你的聲音也是你自己。1400年前，達摩來到中國，禪宗開始在這片土地上生根。而800多年前，南宋靈隱寺的普濟禪師將這些傳承中的智慧編成了一部《五燈會元》。表面上他講的是和尚如何參悟人生，可如果你真正讀進去，會發現他們一直在解決一個現代人每天都在經歷的問題：為什麼別人一句話可以控制你一天？為什麼一個念頭可以折磨你10年？為什麼明明知道不要想太多，卻還是停不下來？五燈會元裡的這些故事其實一直在回答同一個問題：一個人如何從相信腦中的聲音，到看見那個聲音，最後重新成為自己的主人。可是想擺脫這個聲音，第一步並不是控制它，因為很多人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把腦中的聲音當成了事實。你相信他說的每一句話，你相信你不夠好，你相信別人看不起你，你相信你這一生已經失敗了。可你有沒有想過，他說的那些話有多少是真實的，有多少只是他編出來讓你相信的？因為很多時候，困住你的不是發生了什麼，而是你在發生之前已經替自己寫好了答案。1400年前，德山禪師遇到過一個和尚。這個和尚走了很遠的路，來到德山面前，他以為自己終於要找到一個改變人生的答案。一路上，他想了很多問題，準備了很多話，他甚至幻想過等自己問出那個問題，師父會給他一個讓他徹底解脫的回答。可是當他走進禪堂，一句話還沒說，連一句寒暄都沒有，德山抬手就是一棒。和尚愣住了，他退了出去，想可能是我準備的還不夠。於是他整理心情再次進去，剛開口又是一棒。第3次他徹底忍不住了，他說：“我連問題都還沒有問，你為什麼一直打我？”德山沒有回答他的問題，只是問：“你是什麼地方人？”和尚說：“新羅人。”德山說：“你未跨傳仙，便該吃30棒。”很多人第一次聽這個故事，會覺得德山太粗暴了，人家大老遠跑來，為什麼要打他？但如果你仔細看，你會發現德山打的根本不是這個和尚的身體，他打碎的是和尚心裡那個早已經寫好的劇本。這個劇本告訴他，我付出了這麼多，就應該得到一個答案；我走了這麼遠，就應該被認可；我努力了，就應該得到想要的結果。在和尚開口之前，他的腦子裡已經把整個對話的劇本寫完了。他期待的不是對話，是一個確定的答案。而德山那一棒打碎的就是這個劇本。我們每個人腦子裡都有一個這樣的劇本。別人說你最近胖了，你的劇本是他在嘲笑你；朋友回消息慢了一點，你的劇本是他開始討厭你了；老闆說這個方案再改，你的劇本是我要被淘汰了。事實是什麼？事實是別人只說了一句話，而你腦子裡的劇本把一句話翻譯成了你整個人生的失敗。你相信了那個劇本，然後你開始痛苦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那個劇本是你自己寫的。你可能會問，那我該怎麼辦？德山那一棒給了你一個動作，
不是讓你學他打人，而是告訴你，下次那個聲音開始翻譯的時候，你需要在心裡給自己一棒。那一棒的意思是停下來，不要跟着他跑，不要相信他的翻譯，不要替他補充完整的劇本。你只需要停下來，然後問自己一句：這是事實還是我的解釋？如果是解釋，你可以不處理，因為那個聲音雖然住在你腦子裡，但它不等於你。你聽他說了很多年，不代表你必須一直聽下去。可德山解決的只是第一層問題，因為有時候傷害你的不是一句無心的話，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。當有人誤解你、攻擊你、否定你的時候，你會發現你腦中的那個聲音會變得更加瘋狂。他不只會翻譯，他還會替你反擊，替你證明，替你爭辯，而你會越來越累。有一種痛比被別人傷害更難受，那就是明明你沒有錯，卻拼命想證明自己沒有錯。你越想解釋，越發現事情越來越複雜。你翻聊天記錄，找過去的證據，回憶每一句話，你甚至在腦子裡模擬10遍，如果當時這樣說，會不會結果不同？可最後你發現一個殘酷的事實，你不是在解決誤會，你是在等待一個人承認你沒有錯。而一個把自己價值交給別人判斷的人，永遠會輸。1000多年前，有一個和尚也陷入了同樣的困境。有僧人遠道而來，趙州問他：來過這裡嗎？僧人說：來過。趙州說：吃茶去。又問另一個僧人：來過嗎？僧人說：沒來過。趙州說：吃茶去。旁邊的院主忍不住了，問趙州：為什麼來過的也吃茶去，沒來過的也吃茶去？趙州叫了一聲院主，院主答應了。趙州說：吃茶去。然後他轉身走了，什麼也沒有解釋。趙州為什麼不解釋？因為他知道，答案一旦說出口，就會變成新的問題。院主問的表面上是為什麼，但他真正想要的根本不是答案。他想證明自己的問題是對的，想證明自己比別人聰明，想證明趙州說錯話了。趙州如果真的解釋了，院主就會找到下一個漏洞繼續追問。趙州不給答案，是直接把這場對話從源頭上斬斷了。很多人以為強大的人是因為他說贏了別人，但趙州告訴你，真正強大的人是他根本不需要贏。回到你身上想一想，那個你拼命解釋的人，他真的是來聽你解釋的嗎？他也許只是想讓你承認自己錯了，只是想證明他是對的。你越解釋，他越覺得你心虛；你越急切，他越覺得你有所隱瞞。你以為你在溝通，其實你一直在自證清白。而一個需要你不斷自證清白的人，根本不會因為你解釋清楚了就放過你。真正強大的人，從來不急着證明自己。你不解釋，不是因為你有錯，而是因為你不需要通過一個對你有偏見的人來確認自己是对的。別人怎麼看你，那是他的事；你怎麼活，那是你的事。趙州那一杯茶不是敷衍，他是用一杯茶告訴院主，你問的問題根本不重要，你喝下這杯茶，活在當下才是重要的。所以下一次，當你又陷入一場必須證明自己的爭論時，先不要急着開口，問自己，我現在是真的想解決問題，還是只是想證明自己沒有錯？如果只是後者，你贏了這場爭論，也可能輸掉自己的平靜。可是趙州解決的只是一個普通誤會。人最難過的時刻，不是陌生人不理解你，而是你拼命證明自己，最後連自己都開始懷疑自己。當外界的聲音越來越大，你還能不能守住自己？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所有證明自己的東西，工作、身份、關係、別人的認可，那時候你靠什麼活下來？人這一生有一種痛比失敗更難接受，那就是你曾經以為自己擁有的一切就是自己本身，可有一天它突然消失，你才发现原来你和他之间只是借助的關係。一份工作，一個職位，一段婚姻，一種別人認可你的身份，這些東西存在的時候，你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是誰。可當他離開的時候，你第一次發現一個問題，如果沒有這些，我到底還剩下什麼？我見過一個人40歲
在一家企業工作15年。15年是什麼概念？一個人最好的青春，最重要的能力積累，幾乎都留在那裡。他熟悉公司的每一個流程，熟悉每一個客戶，熟悉每一個項目，所有人都覺得他會一直在那裡。直到那一天，人事把他叫進辦公室，告訴他公司調整架構，你的位置取消了。沒有爭吵，沒有衝突，甚至沒有誰針對他，只是幾句話，然後15年的身份結束了。他收拾自己的東西，拿下牆上的照片，取下桌上的杯子，把最後一個紙箱抱出辦公室。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，他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誰。以前每天早晨，他知道自己要去哪裡，知道自己該做什麼，知道別人為什麼需要他。可是第二天醒來，鬧鐘響了，他坐在床邊，突然發現今天沒有人等他，沒有會議，沒有郵件，沒有任務。那一刻，他第一次聽見腦子裡的那個聲音：你看，你什麼都不是了。他失去的真的只是工作嗎？不是，他失去的是一個每天告訴他你有價值的聲音。你有沒有發現，很多人的痛苦並不是因為失去了東西，而是因為失去以後，他不知道自己還剩下什麼。我們以為自己擁有很多，工作、身份、收入、關係，別人對我們的評價。可是很多時候，這些東西更像是一根拐杖，你靠着它走了太久，久到你忘記沒有拐杖，你其實也能站起來。1000多年前，有一個年輕人也經歷了一場人生裡的身份崩塌。他沒有失去工作，但他失去了比工作更重要的東西，他一直相信的答案。靈济3次去找黃檗禪師求法，3次問題還沒有問出口就被打出來。第一次，他想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對？第二次，他想是不是我的誠意不夠？第三次，他徹底失望。他說也許這裡根本沒有我要找的答案，於是他準備離開。那一刻的靈濟和那個失業的人沒有區別，一個失去了工作，一個失去了師父，表面不同，本質一樣。他們都覺得是不是我不夠好，是不是我被拋棄了，是不是我失敗了。後來靈濟去見大魚，大魚聽完他的經歷，只說了一句話：黃渤老婆心切，為你如此，還有什麼不明白？意思是你的師父為了讓你醒過來，用盡了心思，你卻還在問是不是我錯了。靈濟聽完突然大笑，他終於明白，黃渤那3棒打的不是他的身體，打的是他心裡那個東西。那個東西叫我應該得到什麼，我應該被怎樣對待，我努力了就應該有回報，別人應該認可我。你有沒有發現，很多人痛苦的時候問的第一個問題都是為什麼是我？可靈濟最後明白，真正困住他的不是失去，是他認為自己不應該失去。人生很多痛苦都來自這個应該。你覺得努力了就應該成功，付出了就應該被珍惜，善良了就不應該被傷害，認真了就不應該被辜負。可是現實為什麼痛苦？因為現實從來不會按照你的劇本走。靈濟後來才明白，黃渤不是在毀掉他，是在幫他砍掉那根拐杖。因為真正的自由不是擁有更多依靠，而是不再害怕失去依靠。回到那個40歲的男人，後來他重新找工作，重新開始。很多年後，他說了一句話：以前我以為公司給了我價值，後來才發現公司只是給了我一個證明價值的地方。這句話其實也是靈濟的答案。工牌沒了，價值還在；職位沒了，能力還在；關係結束了，你還在。所以當人生拿走一樣東西的時候，不要急着問為什麼命運針對我，先問一個更重要的問題：如果這個身份消失，我還認識自己嗎？因為真正穩定的人不是擁有永遠不會失去的東西，而是知道即使失去一切，自己依然可以重新開始。很多时候命運拿走的不是你的全部，只是那根你以為沒有它就無法站立的拐杖。可是靈濟解決的是人生已經發生的崩塌。更可怕的是另一種情況，什麼都沒有發生，你卻已經在腦子裡經歷了一場災難。這一次你的敵人甚至不需要出現，因為你的大腦已經替他制造出來了。人這一生最奇怪的一件事是，很多人不是被發生的事情擊垮，而是被那些永遠沒有發生的事情提前耗盡。事情還沒有發生，
你已經害怕了100遍，結果還沒有出現，你已經替自己接受了失敗。你不是輸給現實，你輸給了腦子裡提前上映的人生。白天的時候，你可以工作，可以聊天，可以笑，別人看不出來你有什麼問題。可是到了深夜，房間安靜下來，手機放在旁邊，所有聲音消失以後，那個聲音又出現了。他開始翻你的舊賬，今天會議上的一句話，老闆看你的一個眼神，朋友沒有及時回復的一條消息，幾年前犯過的一個錯誤。他像一個永遠不會下班的人，不斷提醒你，你是不是不夠好？你是不是落後了？你是不是正在被別人超過？最可怕的是，他說的每一句話聽起來都像是真的，因為他用的是你的聲音。所以很多人不是輸給了現實，而是輸給了自己腦子裡那個提前發生的人生。事情還沒有發生，他已經失敗了1遍；別人還沒有否定他，他已經否定自己10次。1400年前，有一個人也被自己的內心困住，他沒有敵人，沒有人攻擊他，可他說了一句話：我的心無法安定。他叫慧可。為了尋找答案，他站在大學裡的少林寺外，一夜過去，血沒過膝蓋，他依然沒有離開。後來他斷臂求法，來到達摩面前，他說：我的心無法安定，請師父幫我安心。達摩沒有告訴他不要焦慮，不要想太多，你要樂觀，你要堅強，這些今天我們最熟悉的話，達摩一句都没有說，他只回答2個字：拿來。把你的不安拿出来，把你的痛苦拿出来，把那個折磨你的東西拿出來。慧可開始尋找，他找自己的心，找那個讓他痛苦的東西，可是找了很久，突然發現找不到。他說：逆心了不可得，我的心找不到。達摩說：好，我已經替你安好了。很多人不懂這個故事，以為達摩是在講玄學，其實他回答的是現代人最大的一個問題：為什麼我們越想控制痛苦，痛苦越強？因為你一直在抓一個不存在的東西，你害怕未来，但未來還沒有來；你害怕別人怎麼看你，但別人可能根本沒有想那麼多；你害怕失敗，但失敗還沒有發生。你不是被現實折磨，你是被腦子裡模擬出來的現實折磨。達摩沒有幫慧可消滅焦慮，因為焦慮本身從來不是敵人，真正折磨人的是你和焦慮之間的戰爭。就像老闆說最近狀態怎麼樣，事實是一句普通詢問，你的解釋是不是準備裁掉我？朋友晚回復3個小時，事實是他可能在忙，你的解釋是他是不是不在乎我？計劃沒有完成，事實是執行出了問題，你的解釋是我這個人就是失敗。你看，真正困住你的不是事實，而是事實經過你腦子加工以後產生的故事。慧可找到答案了嗎？找到了。答案不是以後永遠不會焦慮，答案是焦慮出现的時候，你終於知道它只是一個經過的念頭。所以以後當那個聲音再次出現，不要急着反駁它，也不要急着相信它，先停一下，然後問自己，是誰正在害怕？是現實中的我，還是腦子裡那個提前失敗的我？很多時候你痛苦了10年，不是因為問題存在10年，而是因為那個念头你重複相信了10年。可是當你終於安靜下來以後，一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。因為很多人不再害怕未来以後，又開始被另一個東西控制，那就是別人的人生。有一種偷走人生的方法，不需要敌人，不需要失敗，甚至不需要发生任何壞事，只需要打開手機，看見別人過得比你好。那一瞬間，你的人生突然開始貶值。你打開朋友圈，看到一個老同學曬出了新房，你點進去看了看裝修，放大照片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後你關掉手機，卻發現接下來的半個小時，腦子裡一直停留在那個畫面。他為什麼比我先買房？是不是我當年選擇錯了？是不是我沒有他努力？是不是我這輩子都追不上他？又或者一次同學聚會，有人升了總監，有人創業成功，有人孩子考上了好學校，你坐在那裡笑着祝福，嘴上說着挺好的，可回到家以後，那個聲音又出現了。別人都在往前走，為什麼只有你停在這裡？別人都越來越好，為什麼只有你越來越普通？你明明已經擁有了很多東西，可你的目光卻死死盯着別人擁有而你沒有的那一個東西。更奇怪的是，
你越比較越痛苦，越痛苦越想比較。你拿別人的人生當成一把尺子，每天量自己的不足，然後一次次告訴自己，我是不是輸了？可是你有没有想過，你看到的真的是真實的別人嗎？你看到他買了房，卻不知道他背後承擔了多少壓力。你看到他升職，卻不知道他多少次凌晨還在辦公室。你看到他家庭幸福，卻不知道他們關起門以後經歷過什麼。你看到的從來不是一個完整的人，你看到的只是別人願意展示出來的一小部分。可是你的大腦卻把這一小部分剪輯成了一部完整電影，然後你拿別人精心剪輯的人生去審判自己未經剪輯的生活。這場比較從一開始就是不公平的。1000多年前，一個小和尚犯了一個今天很多人都在犯的錯誤，他以為複製別人的樣子就能得到別人的境界。他每天觀察自己的師父，發現師父每次有人來問佛法，只要伸出一根手指，對方就若有所悟。小和尚看久了，覺得自己終於學會了師父的秘密。有一天，有人來問他問題，他也學着師父的樣子伸出了一根手指。所有人都覺得這個孩子好像已經懂了。小和尚非常得意，因為他以為自己複製了師父的境界。直到有一天，巨智禪師知道了這件事，當着童子的面一刀砍掉了他豎起來的手指。童子惧從大哭跑出去，師父叫住他，再次豎起一根手指。童子瞬間大悟，師父砍掉的不是他的手指，而是他人生裡第一個最大的幻覺，別人的答案可以成為我的答案。很多人第一次听這個故事會覺得殘忍，為什麼要砍掉一個孩子的手指？但如果你仔細想，你會發現師父砍掉的根本不是手指，真正被砍掉的是小和尚心裡那個東西，那個東西叫我應該和別人一樣。他學會了師父的動作，卻沒有擁有師父的覺悟。他複製了別人的外在，卻沒有找到自己的內在。他以為靠近別人就是成為別人，而今天的我們又何嘗不是這樣？看到別人買房，我們告訴自己我也必須擁有；看到別人升職，我們告訴自己我也必須達到那個位置；看到別人孩子優秀，我們告訴自己我的人生是不是失敗了？我們很少問自己，這是我真正想要的嗎？更多時候，我們只是害怕輸。你不是因為別人擁有更多而痛苦，你真正痛苦的是，你把別人的人生當成了衡量自己價值的標準。你真正嫉妒的，從來不是別人擁有的東西，而是那個聲音告訴你，別人擁有，所以證明你沒有價值。可別人的人生，從來不是你的評分表。那個聲音每天告訴你，別人已經到了那裡，你為什麼還沒有？可是他從來不會告訴你，每個人走的路本來就不一樣。真正困住你的，不是那個比你優秀的人，而是你腦子裡那個拿着別人的尺子，天天測量自己的聲音。所以，下次當你又忍不住打開朋友圈，又開始羨慕別人生活的時候，停一下，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是真的想擁有他的生活，還是我只是害怕輸給他？如果只是害怕輸，你其實早已經輸了。因為真正的自由，不是比所有人都強，而是不再需要通過超過別人，證明自己值得被認可。可當你終於停止比較以後，還有一個更深的問題會出現：如果不再按照別人給你的標準生活，那你自己的標準在哪裡？如果沒有人告訴你應該成為誰，你敢不敢面對真正的自己？人這一生最折磨人的時刻，不是沒有路走，而是面前有很多條路，你不知道哪一條才是對的。你害怕選錯，因為你總覺得一次錯誤的選擇可能毀掉以後10年的人生。所以你不停尋找答案，問過來人，看成功經驗，收藏各種方法，甚至希望有一個人突然出現告訴你，走這條路你一定不會後悔。可人生最殘酷的地方是，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擁有你的標準答案。1000多年前，有一個和尚也把自己困在了尋找答案这件事上。他叫香岩，他天資聰慧，記憶力驚人，別人讀10遍才能理解的東西，他看1遍就能回答。所有人都認為他距離開悟只差最後一步。可是他的師父問了他一個問題：父母未生之前，你的本來面目是什麼？
香妍愣住了，他翻遍所有經典，尋找所有答案，可是沒有找到。於是他去問師傅，希望師傅直接告訴他。師傅卻說：“我說的是我的，跟你無關。”這句話讓香妍徹底崩潰。他覺得自己這麼多年學了那麼多東西，為什麼到了真正的問題面前，還是不知道答案？後來他燒掉了所有經書，離開師傅，去給一位亡故的國師守墓，每天種地、除草、吃飯、睡覺，他不再尋找答案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鋤地的時候，一塊瓦片被鋤頭帶起，飛出去，剛好撞在竹子上，啪的一聲輕響。就在這一刻，他突然明白了。後來他跪在師傅方向說道：“如果當初師傅告訴我答案，我永遠不會真正明白。為什麼？因為以前的香妍一直以為答案在別人那裡，在書裡，在師傅那裡，在某個所謂正確的方法裡。可他後來才發現，真正的答案從來不是別人給你的，而是你自己經歷以後長出來的東西。很多人以為迷茫是因為知道的太少，可香妍告訴你的是，有時候一個人最大的迷茫不是沒有答案，而是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給他的答案。回到今天，很多人在選擇面前痛苦，不是真的沒有方向，而是腦子裡塞滿了太多別人的聲音。父母告訴你應該怎樣，社會告訴你應該怎樣，成功人士告訴你應該怎樣，所有人都在告訴你人生應該是什麼樣，可是很少有人問你自己真正想要什麼。你一直尋找答案，可是你的腦子太吵了，吵到你根本聽不見自己的聲音。就像一個人在水裡不停攪動，水越渾濁，越看不清下面的東西，只有當你停下來，水才會慢慢變清。所以很多時候，你不是沒有答案，你只是太急着得到答案。下一次，當你再次站在人生選擇面前，焦慮到無法決定的時候，先不要急着尋找更多建議，先問自己，如果沒有任何人評價我，如果沒有任何人知道我的選擇，我真正想走哪條路？因為很多時候，你缺少的不是方向，你缺少的是一次安靜面對自己的機會。可是，當所有聲音終於安靜下來以後，一個更難的問題出現了。如果沒有別人告訴你應該成為誰，你還知道自己是誰嗎？有一種人生看起來成功，卻最容易讓人迷失，因為所有人都羨慕你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越來越不像自己。你有穩定的工作，有不錯的收入，有別人眼裡的幸福。可某一天晚上，你突然問自己，如果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呢？那一刻你才發現，最可怕的不是失敗，而是成功以後才發現這條路根本不是你的。你擁有了一切別人羨慕的東西，卻失去了那個真實的自己。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人？或者你自己就是這樣？在別人眼裡，他幾乎擁有了一切，穩定的工作，不錯的收入，幸福的家庭，朋友圈裡所有人都覺得他過得很好。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每天早晨醒來，他沒有期待，坐在辦公室裡看着電腦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麼。晚上開車回家的路上，經過一個紅燈，他突然問自己，我這麼多年到底在追什麼？更奇怪的是，他甚至不敢承認自己的痛苦，因為所有人都告訴他，你已經很好了，你還有什麼不滿足？於是他只能繼續假裝，繼續努力，繼續扮演那個別人眼中的成功者。可是他不知道，一個人最大的疲憊不是承擔壓力，而是每天努力成為一個別人期待的自己。1000多年前，曹山禪師也遇到過一個關於價值的問題。有人問他，天下什麼東西最珍貴？曹山回答，死貓頭最貴。很多人聽到這個答案都會疑惑，死貓有什麼價值？扔在路邊都沒人看，為什麼最貴？因為它沒有價錢。世間所有痛苦，很多都來自一個錯誤，我們把價格當成了價值。職位越高，所以越有價值；錢越多，所以越成功；別人越羨慕，所以越證明自己活得對。可曹山告訴你，真正珍貴的東西，恰恰是不需要別人定價的東西。世間很多東西都被貼上了標籤，職位高就是成功，收入高就是優秀，別人羨慕就是值得，別人否定就是失敗。於是我們從小到大都活在一個巨大的評價系統裡面，別人誇你一句，你覺得自己有價值；別人否定你一句，你開始懷疑自己。900個人認可你，你感受不到；
一個人不喜歡你，你卻記很多年。為什麼？因為你把自己的價值交給了別人打分。你以為你在追求成功，其實很多時候你追求的是別人眼中的成功。你買那輛車，真的是因為喜歡，還是因為想證明自己混得不錯？你堅持那份工作，真的是因為熱愛，還是因為害怕別人覺得你失敗？你維持那段關係，真的是因為幸福，還是因為害怕別人說你輸了？很多時候，我們不是在生活，我們是在表演一個值得被認可的自己。可是問題是，那個不斷尋求認可的人到底是誰？曹山說，死毛頭最貴，因為他沒有標籤，他不需要證明自己值多少錢，他只是存在在那裡。而真正自由的人也是這樣，他不是沒有能力，不是沒有追求，而是不再需要通過別人的評價證明自己的存在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你痛苦的時候幾乎都和評價有關？害怕別人覺得你不夠好，害怕別人覺得你不成功，害怕別人覺得你的選擇錯誤。可是那個評價你的人，他自己也活在別人的評價裡。所有人都在給別人打分，所有人也都害怕別人給自己打分。這就是很多人的一生，不停評價別人，又不停被別人評價，直到最後忘記了自己是誰。所以一個人真正要放下的，不是失敗，也不是失去，而是別人給你的那個分數。人這一生最大的陷阱，不是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，而是得到了一切別人想要的東西，卻把自己弄丟了。如果沒有人看見你的選擇，如果沒有人知道你的成績，如果沒有任何人給你鼓掌，你還會不會選擇現在這條路？如果答案不一樣，那你可能已經發現，你追求的不是自己的人生，你追求的是一個被別人認可的人生。可問題是，當你終於不再依靠別人的評價，當所有標籤都被拿掉，你還能找到那個真正的自己嗎？人這一生，有些失去，不是拿走你的東西，而是拿走那個你以為就是自己的東西。你失去工作的時候，失去關係的時候，失去陪伴你幾十年的人的時候，最痛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那一刻你突然发現，沒有了這些，我是誰？可能是你離婚的那天，你從民政局走出來，手裡拿着那張證，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誰了。你做了20年的妻子或者丈夫，你所有的習慣、時間、精力、未來規劃，都圍繞着另一個人。現在那個人走了，你站在路邊，不知道自己該往哪走。可能是你父母離開的那天，你辦完所有後事，回到那個空蕩蕩的老房子，坐在他們坐過的椅子上，陽光照進來，灰塵在光裡慢慢飄。你突然發現，你一直是誰的兒子，誰的女兒，可他們走了以後，你找不到自己了。可能是你退休的那天，你最後一次走出办公室，保安跟你打招呼說以後常回來看看，你笑着點頭，可你知道你不會回來了。30年的身份，一張工牌，一個工位，一把椅子，說沒就沒了。你回到家，發現家裡沒人等你，你坐在沙發上，打開電視，不知道看什麼。你失去的不是一張紙，不是一把椅子，不是一張工牌，你失去的是一個你穿了太久已經忘記怎麼脫下來的身份。你可能想問，失去的時候難道不應該堅強嗎？真正的強大從來不是沒有眼淚，是你終於敢哭出來。1000多年前，洞山禪師病得很重，有僧人問他，師父，你病成這樣，還有沒有不病的人？洞山說，有。僧人問，不病的人來看你嗎？洞山沉默了很久，然後回答，老僧看他，不是舊時人，亦不是今日人。洞山這句話是在說，那個真正的自己，不會因為身體老去就跟着老去，不會因為生病就跟着病倒，不會因為身份消失就跟着消失。你以為是自己的那些東西，都會變，都會病，都會消失，但還有一個東西，它一直在那裡。真正的強大，從來不是沒有眼淚，而是你終於敢承認自己會痛，會難過，會撐不住。他允許自己難過，允許自己在眾人面前流淚，允許自己暫時不是那個被仰望的師傅。他只是一個會痛、會哭，需要時間療傷的人。你品一下，這需要多大的勇氣？比起告訴自己要堅強，承認自己脆弱才是更難的事。因為真正的覺醒，
不是變成一個沒有情緒的人，而是允許自己成為一個真實的人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我們這一生被訓練得太會忍了？小時候摔倒了，大人說別哭；長大了受委屈了，朋友說別想太多；失戀了失眠了，你告訴自己我沒事；父母生病了，你在病房外一個人坐了一夜。天亮了，擦乾眼淚走進去，笑着問他們想吃什麼。你忍了一輩子，你從來沒有允許自己徹底崩潰過一次。你怕你一旦哭出來就再也收不住了。可你想過沒有，那些沒有流出來的眼淚不會消失，它們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存在。那些你以為失去了就活不下去的東西，那些你以為撕掉了就找不到自己的標籤，它們的碎掉不是你的終點，是你終於可以重新認識自己的起點。如果你正在經歷失去工作，失去關係，失去曾經擁有的一切，試着停一下，然後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此刻感受到的痛，到底是失去本身，還是我害怕失去以後找不到自己？如果是後者，那你已經錯了一輩子。你從來沒有在那個身份裡活過，你只是借了他的名字，活了一輩子別人認為正確的人生。失去他，不是你的失敗，是你終於可以開始活你自己的了。可是，失去標籤只是第一步，更大的問題還在後面。當你終於不再是誰的孩子，不再是誰的員工，不再是誰眼中的成功者，你有沒有勇氣重新成為你自己？很多人以為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失去工作，失去關係，失去一個重要的人。可真正困難的地方是，當那些東西都拿走以後，你會發現你還背着一個東西，那就是別人定義出来的你。你以為你放下的是一份工作，其實你放下的是我是一個成功的人。你以為你結束的是一段關係，其實你失去的是我是一個被需要的人。你以為你失去的是一個身份，可真正讓你痛苦的是你不知道沒有這個身份以後自己還剩下什麼。你以前做選擇的時候，腦子裡總有一個聲音在說，別人會怎麼看你，父母會不會失望，朋友會不會覺得你瘋了。你所有的人生決定都是在这個聲音的監督下完成的。你選的專業是因為好找工作，你選的工作是因為穩定體面，你選的城市是因為那裡有機會，你選的對象是因為合適。你每一步都走得很正確，可每一步都不是你自己的選擇。你像一個演員，演了一輩子別人寫好的劇本，現在劇本沒了，導演走了，舞台拆了，你站在原地，發現自己連台詞都不會說了。1000多年前，有一個和尚用一把火問了所有人一個問題：如果你最珍貴的東西被燒掉，你還能不能找到自己？他在一個冬天的早晨走進佛殿，把店裡的佛像劈了當柴燒，火光衝天，滿是暖意。住持衝進大殿，大驚失色，說：你瘋了，這是佛，你怎麼敢燒佛？那個和尚用木棍撥了撥火灰，慢悠悠地說：我在燒取舍利子。住持說：木頭佛像哪來的舍利子？和尚看了他一眼說：既然沒有舍利子，那就再搬2尊來燒。住持愣在原地，那一刻他失去了他的標籤，可是他自由了。這個人叫丹霞，他不是瘋子，他是一個幫你燒掉標籤的人。那座佛像在住持眼裡是神聖的，是必須跪拜的，是不敢質疑的。可丹霞說：木頭就是木頭，你貼上去的所有意義都是你腦子裡的故事。你跪拜的不是佛，是那個故事。你害怕的不是神，是你自己給木頭貼上了標籤。丹霞燒掉的不是佛，是住持腦子裡那個標籤。住持因為執着木佛萬象，大怒責怪，眉緒隨之墮落。那座木頭佛像原來真的只是木頭。那一刻，外在的神聖破滅了。他每天拜的供的磕頭的那尊木頭，原來只是一尊木頭。人最難燒掉的從來不是外面的東西，而是心裡那個我必須成為這樣的人。你必須成功，你必須體面，你必須讓所有人滿意，你必須證明自己沒有失敗。這些東西看起來像目標，其實很多時候它們只是另一種枷鎖。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尊不能碰的佛像，它可能是別人對你的期待，你過去的成績，你維持多年的形象。你每天保護它，供奉它，害怕別人發現它不是真的。可真正的自由，不是讓所有人繼續相信你的故事，
而是你終於敢面對，原來我不需要靠這個故事證明自己。你的人生裡有沒有一尊你需要燒掉的佛像？那個你一直努力活成的人設，那份你根本不喜歡但捨不得放棄的工作，那段所有人覺得合適但你不快樂的關係，你一直在保護它，供奉它，不敢質疑它，因為你覺得那是你的全部。可你有沒有想過，它可能只是別人貼在你身上的一張標籤？你聽了太久了，久到你以為那就是你自己。丹霞那把火問你的問題是，如果你把那張標籤燒掉，你還剩下什麼？如果你害怕那個答案，那你已經被那張標籤困了一輩子了。你活了一輩子別人想要的樣子，然後在某個深夜突然醒來問自己，我是誰？這大概是人這一生最孤獨的時刻。你演了太久，你已經忘記自己本來的聲音了。可是燒掉標籤以後，一個更大的問題出現了。如果沒有身份，沒有評價，沒有別人告訴你應該成為誰，你真的知道自己是誰嗎？人這一生有一個最殘酷的發現，不是你不知道答案，而是你知道了所有答案，依然無法改變自己。你知道不要焦慮，你知道不要比較，你知道不要內耗，可晚上12點你還是睡不着。你知道應該放下，你知道應該接受，可那個聲音再次出現的時候，你還是会被它帶走。你看過很多文章，收藏了很多方法，你知道內耗不好，你告訴自己不要想太多，你甚至背下來很多道理。可當那個聲音又開始說話的時候，你一點辦法都沒有。它該來還是來，你該失眠還是失眠，你該痛苦還是痛苦。你知道應該停，可你停不下來。你知道應該放下，可你就是放不下。你知道那只是一個念頭，可你還是被它牽着走。你開始懷疑自己，是不是我悟性不夠？是不是我練習不夠？是不是我這個人永遠都改不了？這也是1000多年前臨濟禪師面對的問題。他比很多人聰明，他讀過很多經典，他問過很多高僧，可到了最後，他發現最大的問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沒有真正看見。他3次登門求法，3次剛一開口求法就被打了出來。他崩潰了，覺得自己緣分盡了，這個地方教不了他。那一刻他和你一樣，什麼都學過了，什麼道理都聽過了，可他還是痛苦。他以為自己被拋棄了。可他的師父黃渤讓大禹轉告他一句話。大禹說，黃渤為了讓你開悟，像老婦人一樣用心急切，把全部心力都放在你身上了，你還跑來問自己錯沒錯。臨濟愣住，突然大笑。他終於明白了，他3次被打，不是因為他不配，是黃渤在逼他扔掉拐杖。他一直在找答案，他以為答案在外面，在師父那裡，在經書裡。他找了半輩子，可真正的答案從來不在外面。黃渤沒法替他扔掉拐杖，只能一次一次的打，直到他自己鬆手。你有沒有想過，你學那麼多道理，聽那麼多課程，你其實和臨濟一樣在找一根拐杖。你希望有人能給你一個方法，一個公式，一句話，讓你從此不再痛苦。你希望有一個人能替你解決你的問題。可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替你扔掉你的拐杖。師父不能，課程不能，這本書也不能。我們能做的只是一遍一遍告訴你，你手裡那根棍子可以放下了，但你得自己鬆開手。因為真正的成長不是找到一根更好的拐杖，而是發現你本來就可以站起來。知道是別人告訴你的，看見是你生命裡真正發生了一次改变。你知道手裡有一根拐杖，這是知道。你真正意識到你根本不需要它，這是看見。你知道應該放下，可你從來沒有真正看見過你手裡攥着它。你攥了太久了，久到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，久到你以為那就是你身體的一部分。所以下一次，當你又開始攻擊自己，當你又覺得自己不夠好，當你又覺得怎麼學都沒有用的時候，試着停一下，然後問自己一個問題，我到底在害怕什麼？不是害怕失敗，不是害怕別人看不起你，是害怕那個聲音安靜下來以後，你發現你其實可以不需要它。你習慣了它的存在，你甚至依賴它。因為如果沒有它一直在說你不夠好，你就得自己去決定自己夠不夠好了。知道只是收集，看見才是相遇。如果現在回頭看這一路，
你會發現一個隱藏了1400年的秘密。五燈會員裡根本沒有12個故事，他從頭到尾只講了一個人的一生，那個人就是你。德山遇到的是那個相信自己腦中劇本的你，趙州遇到的是那個拼命想證明自己的你，林記遇到的是那個害怕失去依靠的你，慧可遇到的是那個被未来折磨的你，居之那一刀砍的是那個總想和別人一樣的你，曹山那個死貓頭解開的是一直活在評價裡的你，丹霞那把火燒的是那個被標籤困了一輩子的你。你以為這些故事是在講和尚如何修行，其實他們是在告訴你，一個普通人如何從被念頭控制到開始看見念頭，從相信那個聲音到知道聲音只是声音，念頭只是念头，它經過你，但它不是你。人這一生最大的覺醒，不是再也沒有痛苦，而是痛苦出現的時候，你終於知道，我正在經歷痛苦，但我不是痛苦本身。從頭到尾，只有一個人在攻擊你，不是那個說風涼話的鄰居，不是那個槓精，不是那個誤會你的人，不是那個開除你的公司，不是那個比你強的同齡人，不是你失去的那個人，是你自己，是你腦子裡那個聲音。他替你提前活了3年，替你把所有最壞的可能性演了一遍。你做錯的每一件事他都記得，你沒做錯，但他覺得你錯了的事他也替你記着。你搜索了無數次怎麼停止內耗，可答案從來不在搜索結果裡，答案在你停下來這一秒裡。所以今天你不需要記住所有故事，你只需要記住一件事。下一次那個聲音開始說話的時候，不要急着跟他走，不要急着反駁他，不要急着分析他，試着停1秒，就1秒，問自己一個問題，這是事實還是我的解釋？你剛才又停了一下，你又做到了。如果你看到這裡，也許你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事情，我們這一生拼命解決的問題，很多時候並不是問題本身，而是我們面對問題時腦子裡產生的那個聲音。一次失敗，他告訴你你不行；一次拒絕，他告訴你沒有人認可你；一次失去，他告訴你你的人生結束了；一次比較，他告訴你你已經輸了。可是走完五燈會員的這些故事，你會慢慢明白一件事，那個聲音很熟悉，它陪伴了你很多年，它知道你的過去，知道你的恐懼，知道你的弱點，所以他說話的時候，你總覺得他一定是真的。可是你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一個声音知道你的一切，不代表他就是你。1400年前，慧可問達摩，我心不安。他說，請師父替我安心。達摩沒有告訴他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焦慮，不要想太多，因為那些方法都只是讓你暫時壓住那個聲音。達摩只說，拿來，把你的不安拿出來，把你的痛苦拿出来，把那個折磨你的東西拿出来。慧可找了一夜，最後發現找不到，於是他說，覓心了不可得，我的心找不到。達摩回答，我已經替你安好了。很多年以後，你可能会发现，人生真正的自由，不是从此没有痛苦，不是以后再也不会焦慮，不是遇到事情永遠平靜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真正的自由是，當焦慮出現的時候，你知道這是一個念頭；當恐懼出現的時候，你知道這是大腦正在保護你；當那個聲音開始攻擊你的時候，你終於可以停下來看着它，而不是馬上相信它。下一次，當你又因為一句話難過，因為一次失敗懷疑自己，因為未來的不確定睡不着，不要急着解決，先停一秒，問自己，這是事實還是我的解釋？如果是事實，面對它；如果只是念頭，看見它，讓它經過。你會慢慢發現，以前那個控制你很多年的聲音並沒有消失，它還會出現，但是它不再擁有決定你人生的權利。因為以前它出現，你跟隨，它批評，你相信，它恐嚇，你害怕。而現在，它出現，你只是看見。這就是五燈會員真正想告訴你的東西。它不是讓你逃離人生，也不是讓你變成一個沒有情緒的人，它只是提醒你，不要把經過你心裡的東西誤認為就是你自己。人生最大的清醒，不是終於找到了一個永遠正確的答案，而是在沒有答案的時候，依然能夠安住自己。不是戰勝所有痛苦，而是不再被每一個念頭帶走。
不是成為一個完美的人，而是終於回到那個沒有標籤、沒有評價、沒有證明，只是單純存在的自己。如果今天的你正在經歷一個難熬的階段，正在失去什麼，正在懷疑自己，正在和那個聲音不斷對抗，希望你記住一句話：念頭可以經過你的心，但它不能定義你是誰。停一秒，看見它，這一秒就是你重新拿回人生主動權的開始。如果你喜歡這類用古籍拆解現代人生困局的內容，可以點讚收藏。這裡是清醒破局，我們下期見。